好，欢迎回到我是江老师，我是江老师，我是丁章元 Bell， 你念一次你自己的英文名字。Bell 婷，我是雨婷，雨婷，我是婷。上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，如果还没有看过上集的，赶快去刷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特别从维也纳请丁章元回来跟我们拍影片，就是丁章元在很多的国际大赛上面有很多的经验，然后这些曲子的诠释，我觉得都有很他自己的风格。重点是他2月11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有表演，大家一定要去听布拉姆斯的协奏曲。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还有廖家宏老师，最后呢，如果江老师没有连成2条线的话，我就要丝袜套头。你如果可以抽到22、3、6还有9，江老师就不用套头了。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，开始我们的这个下半场的部分。18号 Tchaikovsky， 柴可夫斯基。你说江老师是不是很会选曲子，都是大家喜欢听的？柴可夫斯基就是我们今天要演的是第1乐章，你最喜欢拉哪一个乐章？不是第1就是第2乐章，对。你不喜欢第3乐章？比较没有那么喜欢。没关系啦，柴可夫斯基听不到，他不知道第3乐章怎么哼，我都忘记了。哎，这首曲子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跟布拉姆斯同年所写的，就是跟布拉姆斯写了那个小提琴协奏曲，然后柴可夫斯基写了这个小提琴协奏曲。那1878年，所以大家那当时比较喜欢哪首？那个柴可夫斯基其实首演也没有特别的成功耶。那布拉姆斯那首首演有成功吗？有好一点，对对对。哦，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？拉的人拉的不够好吗？柴可夫斯基这有谁首演吗？柴可夫斯基我记得是1881年，好像是 Adolf Brodsky 在维也纳首演的。可是应该不是他拉的问题，可能就是那个 critics 乐评人，对，他写说不喜欢，对，所以人们会被乐评人所左右。应该是会，当时对。哦，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用自己的耳朵来告诉自己，你对这个音乐最直接的喜好或是什么的。对啊，不可以看别人去评论一个别人，你就觉得那个人是怎么样子，或者是不能片面的看网络上的这些所塑造的所有的形象，你就觉得他是这样子的人，因为有可能都是假的。可是江老师在平常拍照那些样子，本人是更漂亮的。好，对。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你有觉得？哦，没觉得。OK， 柴可夫斯基第1乐章。听下去，我好怕等一下这个计划被人家骂说江老师为什么让他只拉30秒？因为要你们去音乐厅里面听啊！24号，Ravel 起杠来，我们拍拍手。为什么要拍手？因为这首不用拍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Ravel 起杠这一首曲子呢，它前面3分钟都是小提琴的独奏，然后这个曲子每一次呢，学生找伴奏的时候，就会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伴奏一起上台，因为比赛呢就是只听3分钟以内。可是如果你请了一个伴奏，你就要付伴奏费。可是伴奏呢坐在台上陪你比赛，他有可能你一个音都没弹到，你就下台了。所以曾经有一次我学生就是比赛，然后拉这一首，我就说那我要上去台上做嘛。他说可是好像你又不会弹到任何一个音。我说那所以我要做还不要做？他说可是你不做，如果有人计时的人忘记按的话，那就有可能你会要弹出来，那怎么办？我说那就看你喽。于是后来我就是去台上做，那我就说那到底要不要给伴奏费呢？你猜他要给我钱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一个音都没弹，所以我就只是在那边坐着，就是当花瓶这样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在旁边一直播法，然后我们就让我们听一听看丁章元为我们带来这首 Ravel 的起杠。这首曲子有故事吗？它就是献给了姚阿信的子女，
他的子女也会拉琴。对，他是 more like Romani Hungarian style。哦，所以这首就是有那一种匈牙利风格。对，就是因为他而影响的。对，你怎么可以什么都背得起来？我不知道我背这个跟他这个，然后就会很紧张，因为我怕我背不出来。可是你连几年都背得出来，好猛哦！哇，那个铃声真的打动，好听哦。其实全部里面没有伴奏的就只有起杠。接下来我会与你一直携手到天明。2号，你没救了。订阅一下啦。Wieniawski Faust 这首我没有弹过，这首很有名吗？维尼奥夫斯基的服饰的，是服饰的，就是 fantasy 幻想曲嘛，对，里面算是有名的，由那个 Charles Gounod 的 opera Faust 所改编，然后 Gounod 是从歌德的剧所拿来的那个 plot 剧本嘛 storyline。其实我个人认为它中间是最好听的耶，就是它中间有一个部分，就是它拿好像是 Marguerite 的 aria， 然后呢改成就像小提琴跟钢琴的双重奏的部分，所以我们要拉那一段吗？都可以啊。好啊。铃声是阻止不了我们两个人相爱，还真的是对牛弹琴的金牛座、双鱼座，全然ダメです。Number 9， 我们快要连这一条线。Chrysler 了，这首是什么 La Gitana，La Gitana 是什么意思啊？吉普赛女。哦，吉普赛女。这首曲子有名吗？我觉得其实现在还蛮多人拉的。我以前小时候拉过那个中国花鼓。哦，真的，你要听我拉吗？也是可以啊。也是先不用。好有礼貌的小孩。来，那我们就来拉一下这一首。这首我很棒哎，就是我都没有事情。然后您看一下它的谱就是这样，然后我这样，bang bang bang bang，你可以拉到这里结束吗？可以。那我们就不要量了嘛，因为我们不要你这样打扰你这样的时候量，我真的不行，我不开心。
秒哦。那后面是什么什么速度啊？要一起弹，这个速度吗？稍微慢一点。完全没有弹过。而且我等一下后面我就要疯狂嘞。啊，不就好险？所以这首很适合那种音乐会的一个短的一个曲目演奏，对不对？就很精彩。曲哦，但安可曲很棒，这首大家去听一下，叫做《La Gitana》。OK，next one， 17号也算是小品，对不对？算是 virtuosic piece。我记得好像是圣桑在和有一个来自古巴的小提琴家叫 I think Rafael Diaz Albertini， 然后他在跟他巡演的时候，他就是在 Cuba 巡演，所以他就深受到了就是 Cuban folk music 跟 habanera 的影响，所以他就写了这对首，然后献给那个小提琴家。你拉的时候，你会幻想自己是一个比较有魅力的感觉吗？应该来不及，拉到来不及了。姜老师比较多闲时间想别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我只来得想这些没有正经的事。OK， 我们用音乐来表现。好听哦！这首曲子对我来说好有魅力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个节奏感，你不觉得有一种神秘、期待的？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首了 ，Number 14。好。这首曲子怎么念？它的名字Après un rêve, after a dream。梦醒时分啦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有首中文歌叫《梦醒时分》。好，你会唱任何中文歌吗？如果姜老师今天邀你去唱卡拉 OK， 你可以点任何中文歌来唱吗？月亮代表我的心，那个我也不会唱耶。听海。OK， 好，你认识蔡依林吗？蔡依林我知道，她是谁？唱歌。那张惠妹你知道吗？哇！我们录到了最后，在最后一首之前，你知道吗？你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张惠妹是谁？听海哭的声音，她是我台湾女歌手里面最喜欢的一位张惠妹。好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有没有听过？听海哭的声音，有没有听过？隆喜利啦，隆喜利啦，Poker Face，Poker Face， 知道吗？不知知道这是张惠妹唱的吗？是吗？不是啊，是 Lady Gaga。那你知道 Lady Gaga 是谁吗？我知道，啊，我知道，就是唱了很多个，我好紧张，我怕他不知道 Lady Gaga 是谁。好像有穿很多用肉片做的裙子，是他吗肉片。Taylor Swift 应该知道，是男的。不是吧？应该是女的吧？Good job，答对了。好。
今天上下集呢，张元跟我们分享了12首，就是非常简短的分享了12首他对很多作品的诠释。然后我觉得你的自己的诠释的想法真的很棒。然后大家可以知道他对故事的了解也是非常清楚的。我觉得所有人学习音乐都应该像你这样子的精神，就是去了解他的背景，然后从作曲家的各种故事，然后再去了解这个曲子的更多的一些地方，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一些看法。那你用德文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单纯是自己很想听，用德文做自我介绍，然后讲2月11号我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有一场演出，欢迎你们来看。然后现在要拉简短的 Brahms 的 Concerto 第3乐章给大家分享。这样。Also, hallo, ich heiße Belle und ich bin eine taiwanesische Geigerin und ich werde am 11. Februar das Brahms-Konzert mit dem NTSO spielen im, glaube National Opera House, so quasi den taiwanesischen Staatsoper. Und ich freue mich jetzt für Ihnen den 3. Satz vom Brahms-Konzert spielen zu können. 鸡皮疙瘩，你知道鸡皮疙瘩吗？知道是什么？很冷，我现在真的蛮冷的。很冷。的确，它原意是很冷，但是呢，我们后来都用来形容说，你听到很棒很棒的音乐，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全身会起那个鸡皮疙瘩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很感动，被音乐很感动，或是对于你的表现，我们觉得哇太棒了，然后我们就会全身长出那个像鸡皮一样的那个粒子，然后掉满地。但是当然我们不会掉满地，只是不会啦，太干燥的皮才会飞满天。张元要演奏 Brahms 的 Concerto， 所以我们可以听一点点小小的段落，然后大家到时候要全曲听完的话，就要在音乐会见喽。真的超精彩的，好开心可以邀请到你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拜拜。好的，我们上一次的影片惩罚说是要丝袜套头，可是我们2个拍完就很开心，然后就去吃饭了，然后我们就忘记丝袜套头这件事情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地拍摄另外一支影片，就在国家音乐厅，所以我要成为在国家音乐厅第一个在舞台上面丝袜套头的人。看得到脸吗？看得清楚脸吗？就是可以帮我拉掉这个丝袜。这个吗？对，不是拉后面去，是你要把它拔掉。对不起。它很可爱，它真的很可爱。会痛的要跟我说，我帮你们拉到。你很像在整蛊有一点长得太矮了。可以，我们完成了。他从头到尾在惊慌当中结束，好可爱哦。Also abonnieren Sie uns und folgen Sie unsere neuesten Videos. 知道阿密特吗？阿妹，张惠妹，妹神吗？是同一个人？他觉得我是同一个人吗？是同一个人。